好，这一节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谓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
它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走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是。那因此，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呢，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两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就要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我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了没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了，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有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这个上面，在硬体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设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焦虑的事情，还有大陆现在也力拼它的算力，而且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同步成型。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木犀表现推出了首款全国这个产通用的 GPU 叫做西云 C600 IPO 首日飙涨了700%。再来看到算力三雄的总市值突破了1兆人民币，包括了算力三雄寒武纪、摩尔线程跟木犀。再来就是2025年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达到了1780亿人民币，3个好消息，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打造100%，有机会吗？红色的晶片供应链，中美科技可以脱钩了吗？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好，虽然说美国近期他答应这个给中国出口 H200的晶片，但是新款的 Blackwell 他还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对，可见美国在科技方面来讲，对中国小院高墙的这种科技管制持续手段还是有的。所以这种状况下，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那木犀可以说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木犀它的创办人叫陈维良。
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哈。那这个陈慧良本身他就是 AMD 的之前的员工，那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做这种 AI 晶片。那他回到中国以后，自己成立这家公司来发展所谓GPU， 这个是 AI GPU 的一款晶片哈。设计其实他以前已经先在这上市之前。它已经有一个这种晶片出来，叫 C500哈。那 C500当初的规格是比照 NVIDIA 的 A100那款的规格哈，但是它不以此为满足，它是因为这个晶片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嘛。这个每天，如果说你这个停止的话，你就是会退步。所以它现在在做的叫 C600这款晶片，那目前来讲已经成功了，而且它整个制造过程从开始的 IP 设计。然后到晶圆制造，到最后封装测试，都是在中国一路完成的，可以说不用假借外国任何国家力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想也因为如此，它有这个能力。虽然说目前来讲，它比这个 NVIDIA 的这个贝克威尔可能还要有一个差距，还没办法赶上。但是假以时日，它必然有机会可以赶上。尤其是说，它目前研发的是新的一款，已经开始在研发了。就是现在做到 C600嘛，对，它之后要做到 C700这一款。如果做到 C700的话，它的效能大概比照这个 NVIDIA 的 H100的水准哈，那就有机会更成功。也难怪这款晶片刚一上市的时候，不是晶片刚上，这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在当天马上飙升到700%，代表中国人民对这款晶片的信心度还是很高的。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